为什么有些人的家一推开门就觉得温暖放松，而有些人的家明明打扫得干干净净，风水摆设一样没少，走进去却总觉得空气闷闷的，甚至充满了火药味？其实这背后的道理在于，家里的气场从来不是靠冰冷的摆设决定的，它是我们内心状态的一面镜子。如果我们不懂得清理累积的情绪垃圾，买再多的招财树、保平安的法宝，也挡不住家里日渐弥漫的沉重感。佛陀早就告诉过我们，世间万物皆是无常，想要用有形的物质去锁住无形的平安，就像是在水里捞月亮，越捞心越慌。家里的好气场从来不是靠冰冷的摆设，而是活生生的生命力。今天我会为你揭秘15种大自然里自带结界能量的灵性植物，它们有生命，有呼吸，是老一辈离不开的无声守卫。记得跟着我一路看到最后，我会清楚告诉你，哪几种能帮你挡住外在的恶念，哪几种能化解家庭的纷争。我还会教你4个完全不花钱的日常微修行，让我们一起找回这个家久违的平静与甘甜，真正的把家变成滋养你后半辈子的极乐净土。在生活里，我们常常觉得心很累，对不对？到了我们这个年纪，人际关系照理说应该越来越简单，但往往事与愿违。有时候早上提着菜篮去传统市场买个菜，遇到几十年交情的老邻居，听对方抱怨婆媳问题，或是炫耀孙子考上了多好的学校，又或者是在家族聚餐的时候，听见南部的亲戚有意无意的比较谁家过得比较好。明明你什么也没做错，但只要一回到家，就觉得整个人像被抽干了一样。那些外面的闷气，别人的情绪，甚至别人加诸在我们身上的期待，我们总是不自觉地带回客厅，甚至带回房间里，让自己越想越不甘心。佛法里常讲2个字，叫做持戒。很多人以为持戒就是守规矩，是把自己绑手绑脚，是出家人才要遵守的条条框框。其实不是的，真正的持戒是替自己的心画出一道充满保护力的结界。佛教讲8风吹不动，所谓的8风就是世间的嗔、积、毁、欲、利、衰、苦、乐，别人的称赞与批评。如果我们照单全收，我们的心就会跟着狂风起舞。持戒是在告诉我们，你要懂得拒绝，你要有自己的边界感。我们这个年纪已经不需要再为了顾及面子去讨好任何人，不该收进心里的垃圾，我们就把它挡在门外。而在大自然里，就有这么几种植物，它们就像是佛门里的护法金刚，天生就带着这种持戒的能量，能帮我们守住家里的边界。第一种植物叫做云香。在很多老一辈的传统里，云香一直有着非常高的信任度，它的叶片带着一点蓝绿色，闻起来有一种微微辛辣、很锐利的气味。那种味道不像一般的香草那么柔和，它有一种很鲜明、很直接的存在感。这就像是在告诉那些不好的情绪，这里不欢迎你。我们常常因为不好意思，任由别人把负面情绪倒在我们身上。云香的存在就是在提醒我们要有斩断烦恼的决心。很多家庭会把云香种在门口附近，或是放在窗边，因为门窗就是能量最容易进出的地方。它就像一位不用睡觉也不求回报的灵性守卫，安安静静地替你把恶意的眼光还有外面的负面能量通通吸收掉，挡在家门之外。只要看到门口那盆云香，你就会有一种家被好好护着的安心感。第二种带来保护力量的是欧洲当归。光听名字，你可能就感觉到了一种安定的力量。它的植株长得很高大，
会开出像伞一样的花，看起来就像是撑开了一把保护伞，安静地护着周围的空间。它的香气带点微甜的木质调，非常沉稳。我们有时候心里会特别脆弱，特别缺乏安全感。年纪渐渐大了，身体偶尔出现一些小毛病，膝盖痛了，血压高了，心里就会忍不住胡思乱想，觉得好像全世界都在找自己麻烦。这时候，如果家里有欧洲当归，它散发出来的那种能量，会让你觉得家里一直有一股温柔又坚定的力量。它给你的不是那种装了监视器的外在安全感，而是一种很深层的安心，让你的心终于可以好好放下来，不再为还没发生的事情担忧。接下来要介绍的第3种是山楂树。山楂树带着尖刺，会开白色的花，结红色的果实。这3样东西加在一起非常有意思。在古老的观念里，尖刺代表着防御，白花代表着祝福，而红果实代表着生命力。它就像是一个非常有原则的盟友。老话常说，慈悲生祸害，方便出下流。这句话听起来很重，但其实充满智慧。真正的慈悲是带着智慧与底线的。如果我们对晚辈过度溺爱，帮他们把所有责任都扛下来，最后自己累垮了，孩子也长不大。山楂树就是在提醒我们这件事。如果你是一个很容易心软，总是被别人消耗的人，山楂树那种强大的守护能量，能帮你主动守住空间的边界。它身上的刺已经准备好防御，告诉外界你有你的底线，而它的花却依然安静地祝福着你珍惜的家人。最后一种守护植物是西洋藿子草，这是一种带着战士能量的植物。它的叶片像羽毛一样细致，开着一簇一簇的小花，看起来不强势，但却非常坚韧。就算土壤不好，它也能长得很好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失去了界限，是因为我们心里害怕，不敢说不，怕一旦拒绝了，就会失去别人的喜爱，怕破坏了表面的和谐。西洋藿草的能量就是在帮你重新找回内在的力量。它不是让你去跟别人吵架，而是一种会让你慢慢站稳脚步的力量。它在提醒你，你其实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勇敢。即使面对人生的秋冬，你依然有能力保护自己不受伤害。当你在家里种下这些植物，你其实也是在心里种下了持戒的种子。它们在风中轻轻摇晃的时候，都在无声地告诉你，把外面的纷扰放下吧。你的家是由你自己做主的净土，不需要再看别人的脸色过日子了。刚刚分享的这4种植物，是帮我们守住家门的护法，守住了外面的恶意之后，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看家里面介绍3种能帮我们打扫屋内气场的扫把。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家里明明打扫得干干净净，地板也拖了，窗户也擦了，东西也收拾得很整齐，但走进去就是觉得空气闷闷的，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沉重感。尤其是刚跟家里人吵完架，或者家里有人生病很久，那种沉闷的感觉好像会粘在墙壁上一样，怎么都散不掉。有时候一开门，迎面扑来的不是温暖，而是一股无形的压力。佛门里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，每次读到都让人心里觉得特别酸，却又特别温暖。佛陀有个弟子叫做周利盘特，他天生脑筋就转得比别人慢很多，别人听一遍就懂的经文，他背了上百遍，依然是记住后面，忘了前面。连和他一起出家的亲哥哥，最后都受不了了，觉得他实在是太笨了，根本不是修行的料，毫不留情地要把他赶出僧团，让他干脆还俗回家。被至亲放弃的周利盘特非常气馁，
觉得自己简直是一无是处。他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寺庙门口，绝望又伤心地大哭起来。其实，我们到了现在这个年纪，有时候是不是也会有像周利盘特一样的瞬间，觉得自己真的老了，记忆力变差了，出门忘带钥匙，炉子上的汤偶尔会忘了关火，更无奈的是，学不会那些复杂的智慧型手机功能，去个大医院连挂号、缴费都要用机器，不知道怎么操作时，甚至会看到后方年轻人不耐烦的眼神，这时候心里总会涌上一阵很深的挫折感与自我否定，觉得自己好像变成了这个世界的边缘人，变成了孩子们的负担，觉得自己一点用都没有了。当时佛陀刚好经过，看到了在门外痛哭的周利盘特，佛陀非常慈悲地走过去，没有高高在上地责备他不够努力，也没有拿那些高深复杂的佛理来逼他开窍。佛陀看穿了他心里的苦，只是微笑着递给了他一把极其普通的扫把，并且告诉他，你什么都不用记，以后你就专职负责每天扫地，一边扫一边只要在心里念4个字，扫尘除垢就好了。周利盘特就这样傻傻地接过了扫把。一开始别的师兄弟笑他，觉得他连扫地都扫得笨手笨脚，但他也不理会，不争辩，就是老老实实专心致志地扫着地上的落叶与灰尘，扫把划过地面的沙沙声成了他每天唯一的功课。就这样日复一日地扫着，随着地上的灰尘被一点一点扫干净，奇迹发生了。某一天，看着眼前一尘不染的地面，他突然豁然开朗，直接开悟了。他终于明白，佛陀让他扫的原来从来不是地上的土，而是心里的尘。这真正的灰尘其实就是佛教里说的贪、嗔、痴，是我们每天带回家的那些生活里的烦恼，对家人的怨气，以及那些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的自我怀疑与恐惧。只要肯静下心来，一步一脚印地把心里的灰尘扫干净，再笨拙的人也能找回清净自在的自己。禅宗里也说，时时勤拂拭，莫使惹尘埃。家里的气场跟我们的心一样，是需要每天打扫，每天归零的。接下来这3种植物就像是佛陀给我们的那把扫把，能帮我们把空间里停滞的气场重新打扫干净，也把我们对自己的怀疑一扫而空。首先是牛膝草，这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净化植物。比起单纯让空气变香，牛膝草更像是在替整个家做一次深层的大扫除。它的味道闻起来有点微凉，像干净的药草香，不会呛鼻，反而会让人慢慢安静下来。当家里经历了争吵，或者累积了太多沉重的情绪之后，牛膝草能帮助这个空间重新恢复干净。很多人形容闻到牛膝草的味道，就像是一个原本闷坏了的房间终于打开窗户，重新深呼吸了一口气。它不只是盖过臭味，而是让停滞的能量重新流动起来。那些郁结在胸口的闷气也会跟着这股清凉的香气慢慢被化解掉。再来是柠檬马鞭草，这是一种能带来重生感的植物。当我们经历了一段低潮，或者觉得生活停滞太久，每天过得死气沉沉，觉得日子就只是在等时间过去的时候，柠檬马鞭草那种干净、清新、带着阳光感的香气能帮我们一扫阴霾。只要手轻轻碰一下它的叶片，那股充满希望的味道就会散开来，连带着我们原本混乱的思绪好像也跟着清楚了。在很多古老的习惯里，人们准备搬新家或者想重新振作起来的时候，会用柠檬马鞭草泡水，拿来擦地板、擦门框。这就跟我们过年大扫除一样，把旧的、
不好的都抹去，主动把快乐和新的可能迎进门。它会让家里慢慢变轻盈，每天都像是一个全新的开始。它在告诉我们，不管活到几岁，每一天醒来，我们都有重新选择快乐的权利。最后，我们来说说圣罗勒。在很多传统家庭里，圣罗勒通常会被种在家门口。它带着一点紫色的叶片，有一种温暖又让人安定的气味。最奇妙的是，照顾圣罗勒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生活里的修行。当你每天早晨安静地帮它浇水、修剪叶子，那个过程其实就像在静坐一样。你越用心照顾它，植物散发出来的能量就越稳定。当你从外面奔波了一整天，走到家门口，一看到这盆圣罗勒，闻到那股柔和的味道，你就会很自然地把外面的烦恼放下。它就像在门口设下了一个温柔的转换区，提醒你到家了，把心里的灰尘拍一拍，干干净净地进门吧。不要把外面的风雨带给最亲爱的家人。把心里的灰尘扫干净之后，我们来聊聊家里的人。家本来应该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，但很多时候我们却在客厅里受了最多的气。大半辈子走过来，孩子们有了自己的生活，家里可能只剩下老夫老妻2个人面对面。你看，老伴看电视，声音总是开得特别大，讲也讲不听，要不就是吃东西的习惯不一样，一个想吃清淡点，一个非要配酱油。晚辈周末偶尔回来一趟，明明厨房里辛辛苦苦煮了一大桌饭菜，他们却说吃不下，宁愿自己点外送。还有吃完饭后总是泡在水槽里，没人顺手洗起来的碗筷，看了就让人火大。这些日常里看不惯的小事，常常让我们忍不住碎碎念，念久了对方也不耐烦，最后演变成生闷气，甚至大吵一架，几天都不讲话。原本好好的家，气场变得充满了火药味儿，连呼吸都觉得尴尬。佛陀曾经教导过一个爱抱怨的弟子，这个弟子整天看别人不顺眼，嫌饭菜不好吃，嫌天气太热，嫌其他师兄弟太吵。佛陀让他抓了一把盐，放进一杯水里喝下去。弟子苦着脸说，太咸了，根本喝不下去。接着佛陀带他走到一座宽广的湖边，让他把同样分量的一把盐洒进广大的湖水里，再舀一口湖水来喝。弟子说，水是甘甜的。佛陀笑着说，生活里的摩擦就是这把盐，别人的一句话，一个坏习惯，都是这把盐。咸与不咸，从来都不取决于盐的多少，而是取决于你的心，是一杯水，还是一座湖。当我们的心思只困在狭小的客厅里，眼里只盯着对方没做好的那一点点小事，我们的心就变成了一杯水。一点点小事，这把盐洒进来，就会让我们这杯水变得苦涩难下，甚至引发家庭大战。佛法里常说，一念嗔心起，100万障门开，火烧功德林。脾气一来，过去为这个家付出的再多辛劳，都在这一瞬间的争吵中被烧毁了。但如果我们能把心量拓宽成一座湖，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习气，那把盐洒进来，就再也影响不了家庭的甘甜。而大自然里有5种被称为和合之花的植物，它们散发出来的柔软能量，就能帮我们慢慢把心量撑大，让我们学会放下那份执着的控制欲。第一种是月桂树，很多人知道月桂，是因为它象征着成功跟好运，但其实月桂散发出来的气场是一种非常稳定、持续的存在，它不会给人压迫感，反而像是一座安静的小神殿。当你把它种在家门附近或者客厅角落，它会让家里慢慢累积出一种安定、丰盛的氛围。心安定了，不
不再纠结于微小的得失，看什么事情自然也就顺眼了。第二种是香叶天竺葵，这是一种常常被忽略，但却非常适合放在家里的灵性植物。它的叶子带着淡淡的玫瑰香，又有一点草本的清新。如果你觉得最近家里气氛很紧绷，大家讲话都像吃了炸药一样，动不动就斗嘴起口角，你可以试着种一盆香叶天竺葵，它的能量非常温和，会让人慢慢放下防备心。很多人发现，有了它的陪伴，家里真挚的气氛没有那么尖锐了。原本那种非要争个输赢的脾气，好像也被花香给化解了。大家比较愿意互相体谅，不再那么容易失控。第三种是茉莉花。茉莉花那种浓郁、柔软又带着甜味的花香，能很直接地影响我们的情绪，特别是到了晚上，夜深人静的时候，茉莉花的香气最明显。当你闻到那股花香，你会感觉压在胸口的那种沉重感好像慢慢松开了，它会把我们的情绪往明亮的地方拉回来，让我们重新感受到对家人的爱，还有那种久违的亲密感。它让我们想起当初建立这个家的初衷，是为了互相扶持，而不是互相折磨。第四种是栀子花。如果说茉莉花带来的是喜悦，那栀子花带来的就是深层的平静。它纯白色的花朵，还有那种像奶油一样柔和的香气，有一种很深的安定力量。很多种栀子花的人都说，只要它一开花，整个家的节奏好像都会跟着慢下来。原本急躁的情绪，看见什么都想念两句的冲动，自然变得柔和。连家人之间讲话的声音都会不知不觉放轻一点。它会把房间变成真正能安心休息的避风港，让家里充满了宽容的气度。最后一种是 Gant 树，在很多古老文化里，它被称为和平之树。艺树有着心形的叶片，开花时会散发淡淡的蜂蜜香。以前在欧洲的村庄，人们会把淡树种在广场中央，因为大家相信在烟树下讲事情最不容易吵架。现在也有小型的盆栽品种，你可以把它放在家人最常聚在一起的地方，它不会强势地改变什么，但它就像一位慈祥的老奶奶，安安静静地陪着大家，听着大家的欢笑与抱怨。它让和平这件事不靠讲道理，而是很自然地从家里面的空气中慢慢长出来。下次当你又因为一点小事想生气的时候，去闻一闻这些植物的香气吧，让它们提醒你把心放宽，做一座包容的湖水。既然是一家人，又何必计较那一点点的咸味呢？处理好了外面的关系，也让家里变得和谐了。但有时候最大的问题其实出在我们自己身上。你现在的生活是不是常常这样？每天一早起床去传统市场买菜，下午在社区中庭跟老朋友闲聊，或者每天盯着手机，在各种群组里传些早安图或问候图片，期盼着能收到几句回应。白天看起来热热闹闹的，时间好像也被填得很满。可是只要一到了晚上，晚辈不在身边，老伴也睡了，家里彻底安静下来。你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，脑海里会突然闪过很多念头。我的身体会不会越来越差？万一以后生病了，谁来照顾我？孩子们现在工作这么忙，会不会有压力？心里总觉得空空的，有一种说不上来的焦虑跟无力感。我们总是不断地向外抓，想从别人的关心里，从手机的讯息提示音里，从热闹的环境里找安全感。但最后发现，越向外抓，心越慌，因为外面的世界没有一样是我们能真正掌控的。禅宗二祖慧可
当年也有一样的烦恼，他为了寻求内心的平静，在大雪中站了很久很久，跑去求见达摩祖师。他无比痛苦地对达摩祖师说：我的心好乱，好烦躁，充满了恐惧跟不安，求祖师帮我把心安下来。达摩祖师看着他，没有教他念经，也没有教他打坐，只说了一句话：你把那颗烦躁的心拿来，我帮你安。听到这句话，慧可愣住了，他往自己的内心找了半天，试图去抓住那个叫做焦虑的东西，最后无奈地发现，那个以为很庞大，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的烦恼，其实根本没有实体。他对祖师说：我找不到了。达摩笑了笑说：你看，我已经帮你把心安好了。这个故事在告诉我们，那个让我们睡不着的焦虑，其实根本不存在。它只是因为我们过度向外攀求，过度担忧过去与未来而产生的一场幻觉。我们恐惧衰老，恐惧孤独，但这些恐惧都是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。真正的平静从来都不在外面。只要你愿意把心收回来，安住在当下，那个焦虑自然就消失了。大自然里有3种充满觉知能量的灵性植物，它们的存在就像是在安静地教导我们，怎么把注意力从那些虚幻的担忧中重新拉回自己身上。第一种是艾草。我们都知道艾草可以辟邪，但其实它跟我们的内在直觉有着很深的连结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听不到自己心里的声音，是因为脑子里的杂念太多了。各种牵挂就像一层厚厚的网，把我们困在里面。艾草的味道就像是一把安静的钥匙，它不会强迫你改变，而是像一阵微风，慢慢把你心里那层焦虑的雾气吹散。很多在房间里放艾草的人会发现，睡觉变得安稳了，脑中的混乱减少了。它在轻轻提醒你，放下那些向外的担忧，重新相信你自己的直觉，相信生命自有最好的安排。第二种是乳香树。如果你希望房间里有一种像神殿一样安静的气场，那乳香树就是最好的选择。几千年来，乳香一直被用在各种神圣的空间里，它的香气带点微甜，有一种非常深沉的灵性感。只要一闻到那个味道，你原本浮躁的思绪就会自然而然地慢下来，连讲话的声音都会下意识地放低。它会把你的意识从外面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，从对未来的无谓恐慌中一点一滴地拉回到内心最深处。只要有它在，你的房间就是你专属的静心道场。它让你知道，独处并不可怕，独处反而是认识自己最好的时候。前面我们提过带给人重生感的柠檬马鞭草，而这里压轴的是真正的原生马鞭草。在很多古老文化里，马鞭草直接被称为神圣的药草，但你看它的外表其实长得很普通，就是细长的花穗，开着淡紫色的小花，安安静静地长在草地里。但也正因为这样，它才最不可思议。它没有华丽的外表，也没有张扬的香气。当风吹过马鞭草的时候，整个空间就会跟着慢慢安静下来。那是一种很古老、很温柔的安定感。它在告诉我们，真正强大的能量从来不需要靠外在的炫耀，也不需要声嘶力竭地去证明什么。我们的人生走到了这个阶段，已经足够圆满，不需要再去跟任何人比较。它不需要做什么，光是安静地存在着，本身就是一种祝福。这就像是达摩祖师的教诲，只要你愿意停下来，不去外面找，不再为世俗的标准而焦虑，那个神圣又平静的自己，其实一直都在那里，从来没有离开过。说了这么多大自然里的灵性植物，
其实，真正能改变家里气场的，还是我们自己。六祖慧能大师说过，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。修行从来都不是跑到深山里去躲起来，也不是要求我们每天一定要敲木鱼，念多少经文才叫虔诚。真正的修行，其实就藏在我们的客厅里，在厨房里，在我们每天对家人说的每一句话里，在我们对待一花一草的态度里。如果我们的心不转变，还是充满着抱怨与计较，那么就算买来了全世界最珍贵的灵性植物，种满了整个阳台，那也只是普通的盆栽而已，改变不了任何事。所以，今天看完这支影片，我们认识了15位植物护法。除了挑选几盆你喜欢的植物带回家之外，我更希望你能跟着我一起做这4个非常微小，但却非常有力量的日常修行。这4个动作不需要你具备高深的佛学基础，你不需要特别挑日子，不需要准备任何法器，今天晚上立刻就可以开始，把它们融入你的生活里。你会发现，奇迹其实就在这些微小的改变中。第一个练习是浇水时的1分钟观心。明天早上，当你拿着水壶走到你的云香、马鞭草或是茉莉花前面的时候，请你先停下来，不要像平常做家事那样急急忙忙地把水倒进去就走，给自己1分钟的时间，把动作放慢，慢慢地浇，用眼睛专注地看着水是怎么一点一滴渗进泥土里的。在这个过程里，把心收回来，不要去想等一下要买什么菜，家里还有什么家事没做，孩子今天会不会打电话回来，就是单纯地看着植物，感受水流的声音，在心里跟他说说话。佛法强调正念，正念就是把心安住在当下这一刻。当你愿意慢下来照顾一盆植物的时候，其实你也是在温柔地照顾你自己那颗疲惫的心，让它得到真正的滋养。第二个练习是推开家门前的除尘深呼吸，这就跟我们前面讲的周立盘特扫尘除垢一样，是一种非常有力量的清理仪式。我们每天从外面回来，身上难免会沾染到外面的纷扰与杂念。当你拿出钥匙准备推开家门的那一刻，请你先在门口站定3秒钟，闭上眼睛，深深地吸一口气，然后慢慢地吐出来。在吐气的时候，在心里清楚地告诉自己，外面的烦恼，别人的闲言闲语，刚刚在路上遇到的不愉快，就全部留在大门外吧，我要干干净净地回家了。透过这个简单的深呼吸，你其实就是在练习佛法中的放下，把外面的怨气放下了，不把垃圾倒给家人，家里自然就成了最安全的避风港。第3个练习是说话前的3秒钟刹车，就像前面讲的，要把心量放大成一座湖，往往就是因为家人之间太亲密了，讲话才最不客气。下次当你看到老伴又把东西乱丢，或者晚辈又晚归，你心里的火气快要冲上来，想要开口碎碎念，甚至想骂人的时候，请你在心里默数1、3，这不是叫你委曲求全，而是给自己一个缓冲的空间。只要有了这3秒钟的刹车，你会发现，你原本那股想刺伤别人的冲动减弱了，你说出来的话音量自然就变小了，语气也跟着变软了。佛教里把这叫做正语，也叫柔软语。不说伤人的话，就是一种极大的修行。一句好听的话，一个包容的眼神，比烧任何净化的熏香都还能化解家里的戾气，让家人的心重新靠在一起。第4个练习是睡前的清空背包。很多长辈之所以失眠，是因为把一整天的担忧都带到了床上。到了晚上，
当你要躺下睡觉前，给自己3分钟的时间，坐在床边，如果你有种艾草或乳香，可以闻一闻它们的味道，然后在心里把自己今天白天所有的担心、焦虑、不甘心、对孩子的不舍，想象成一颗一颗沉重的石头，从你心里的背包拿出来，轻轻放在地上，告诉自己，今天已经结束了，不管发生了什么，我都已经尽力了，剩下的就交给明天，交给因缘吧。佛法教导我们回向，你可以把今天所有的善意回向给家人，然后安心的放下，把背包清空了，把那些不属于现在的重担卸下了，你才能睡一个安稳的好觉。你看，这4个小小的动作，不需要花半毛钱，也不会增加你任何生活的负担。只要你愿意开始，每天持续的做，你就是在替自己的家种下一座看不见的灵性花园。随着时间过去，这座花园会长出无比强大的保护网，让你的晚年生活充满着宁静与自在。在这支影片即将结束的时候，我想先跟你说一声，这大半辈子你辛苦了。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每个人都在承担着各自的重量，从小时候听父母的话，到成家后为了生活奔波，再到把孩子拉拔长大。这几十年来，有时候是身体的累，有时候是心里说不出来的苦与委屈。我们总是在照顾家人，照顾伴侣，成全别人的期待，却常常忘了，其实最需要被好好照顾、好好拥抱的是那个一路撑过来，从来没有放弃过的自己。弘一法师有一颗极致柔软的心，他常常提醒我们，世间的一切相遇都是久别重逢，生命是一场奇妙的旅程，充满了无常，但也充满了温暖的机遇。今天我们能透过这支影片，在浩瀚的网络上相遇，一起认识这15种安静又慈悲的植物，一起谈论如何安顿我们的内心。这份缘分本身就是一种深深的祝福。不管你现在的生活正经历着什么样的烦恼，是因为身体的老化感到无力，还是因为家庭的琐事感到疲惫，请记得万物皆有灵，草木亦有心，大自然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，它一直用最包容的姿态在等待我们。只要你愿意把心打开，就算是一盆不起眼的马鞭草，或是一株静静守在门口的云香，都能为你的家带来不可思议的平静与温暖。他们会陪着你走过未来的每一个春夏秋冬。佛家说，一句好话就是一次殊胜的布施。在网络这个虚拟的世界里，我们同样可以广结善缘。请你在这支影片底下的留言区，为自己、为你深爱的家人写下一句善言，或者一句简单的祈福。你可以写下，愿我的家从此充满温暖与平静，也可以只是一句简单的，愿家人平安健康，愿我自己从容自在。当我们每个人都在这里留下一份善意，这个留言区就会汇聚成一个充满着爱与保护的正向磁场，而这份强大的祝福透过不可思议的因缘网络，最后也一定会回到你跟你的家人身上，化为你们生命中最坚实的护盾。我会认真地看每一则留言，也会在心里为荧幕前善良的你送上最诚挚的祝福。愿你能放下过往的包袱，拥抱当下的平静，好好享受这段专属于你的人生下半场。去买一盆你最喜欢的植物吧，让它陪着你，跟着我们今天分享的日常小练习，一起把家变成这个世界上最安心的地方。如果今天的分享让你的心稍微安静了下来，也为你的生活带来了一点点温暖的启发，诚挚地邀请你按赞、订阅并分享给身边的亲友。
未来的日子里，我会继续在这里和你分享更多能安顿身心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的灵性智慧与佛学故事。我们这个年纪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喧嚣，而是能让心灵沉淀的陪伴。你的订阅与陪伴，就是我们一起前行最美好的善缘。我们下支影片再见。